大家都盯着晶圆代工看，但说真的，你绝对没注意到，要在12寸细晶圆上盖出极度精密的光学微结构。目前的绝对霸主就是彩玉，这个是接下来半导体光学最硬核的战场啊。不过，虽然市场现在热度极高，但我们冷静来看，它本质上依然是一家代工厂。为什么高阶影像感测器，也就是 CIS 的代工，会形成这种近乎独占的垄断局面？这背后的技术壁垒，其实比大家想象的都要深得多。直接进入第一部分，高阶 CIS 的技术拆解，看看他们到底凭什么垄断。这个壁垒，说实话，完全是碾压了传统的光学厂。你想象一下，高阶感光元件就像是一个爆满的足球场，里面的像素是看台上的观众，而光线呢，就是天上掉下来的足球。彩玉在做的，就是在这整个球场的上空盖一套极度精密的导引系统，确保每一颗球都能精准砸在特定观众的头上。这套系统有3个终极武器。第一，微透镜，它就像一个超级聚光漏斗，把四散的光线死死包进底下的像素里。第二，彩色滤光膜，就像个3原色的分光筛，负责把黑白感光的晶片分出 RGB 3色。第三，也是最关键的 NOP 奈米光柱。你想想，当像素萎缩到 0.5 微米，直逼2亿画素极限的时候，光线一定会互相干扰，产生严重的色串扰嘛。NOP 就像奈米级的光纤光导，直接把光死死锁在柱子里，直通底层，彻底解决了这个物理极限问题。那你可能会问，为什么非得回到12寸细晶圆上，而且还要动用极度昂贵的193奈米高阶曝光机来做黄光微影跟薄膜沉积？很简单，因为传统做塑胶镜片的光学机械厂根本做不到啊。这尺寸是奈米级别的，用传统机械去组装，就像是开怪手在绣花一样，微结构的膜后误差必须趋近于0。更要命的是，它还要耐得住半导体后续封装跟 AI 运算超过260度的高温，传统塑胶镜片早就融化成一滩水了。这就带出了更深的战略面。从股权结构来看，台积电持有彩玉高达 67.11% 的股权，这可不是单纯的财务投资，这是极度深度的前段代工分工绑定。母公司负责晶圆制造，彩玉负责在晶圆上刻奈米光学结构，两边一搭就成了极难突破的护城河。接着看第二部分，第二季财务数据的大爆发。技术说的再天花乱坠，最终都得看财务数据买不买单。摊开第二季财报，单季营收来到 24.42 亿元，年增 10%。看应用结构，行动装置还是大宗，占 68%， 季减了2个百分点；车用占 12%， 季减幅度也算明显。但这次真正让法人圈炸锅的，其实是安控应用的剧烈变化。安控产品单季营收暴增 46.5%， 年增率更是来到极端异常的 114.6%， 占比直接从过去的 10% 翻倍跃升到 20%。 这背后的供应链排挤效应超精彩，因为 AI 需求大爆发，带动 DRAM 记忆体狂缺，全球 IDM 大厂干脆直接把原本生产安控 CIS 的8寸产能关掉，全部转去做 DRAM。结果，这巨大的供给缺口直接变成了转单，通通灌进了拥有12寸先进制程能力的彩玉手里。订单一灌进来，高营运杠杆的威力就完全显现了。第二季毛利率强势攀升到 30.5%， 跟去年同期比暴增了 7.7个百分点。单季 EPS 来到 1.45 元，年增高达 68.6%。再看体质，现金储备高达 118.98 亿元，占总资产 53%， 负债比却只有 19%， 流动比率高达370%。这是一份防御力极强，而且正在享受产能利用率提升红利的财报。第三部分，我们来聊聊最核心的护城河以及 AI 系光子的蓝图。说真的，市场现在疯狂追捧的根本不是现在的手机跟安控，而是这条通往未来的 AI 系光子技术蓝图。这条量产时间轴超级激进。你看，2026年下半年解决2亿画素串扰的 Low-end Grade 正式进入量产，同时 AI 伺服器最缺的 1.6TB IC 薄膜沉积，也就是 ALD 和 CVD， 也会在2026年底前量产。接着2027年下半年 CPU 高密度光耦合平台，还有刚刚提到的 NLP 奈米光柱接棒导入客户量产。到了2028年，连 AR 眼镜的 sRG 波导技术都会放量。从财务视角来看，这确实不是单纯画大饼。NLP 这项技术，彩玉现在就已经在向大客户收取 NRE， 也就是委托设计开发费了。这代表顶级客户正拿着真金白银，实打实地在锁定彩玉未来的量产产能。
听完前面那些硬核的技术比喻和爆发的财务数据，接下来重头戏要带大家看清竞争对手的威胁，还有法人到底凭什么给出这么夸张的高估值。所以不管你有没有赚到这一波，不管这次的内容对你有没有帮助，请先帮我订阅按赞哦，这样才不会错过每次可以搞懂公司在干嘛的深度解析。好，进入第4部分，来看看半导体光学的竞争图谱。回归理性，我们必须压力测试一下采钰的护城河。先看 IDM 巨头，像是 Sony 跟三星，他们确实会自己做，但当像素缩小到次微米，必须动用极度昂贵的193奈米抛光机来做 NLP 的时候，自制的设备成本跟良率压力就会急剧飙升。最终，他们必然会倾向将难度最高的微结构站点委外给采钰这种具备中立性与设备优势的12寸代工厂。至于国内传统的 OSAT 封测厂，比如同心电或精材，他们的专长在后段的晶圆级封装跟重布线，缺乏最核心的前段黄光微影与彩色滤光技术。成熟产品或许能打价格战，但在奈米级别的高阶微结构上，传统 OSAT 是很难取代采钰的。对了，市场上也常把采钰跟光学镜头霸主大立光放在一起比，这完全是个大误解。两家在 CPU 光通讯供应链里根本不是竞争对手，是互补啦。大立光主攻的是塑胶镜片与极限精密机械组装，负责后端外接的 PMLA 微透镜阵列，而采钰呢是在前端的12寸细晶圆，用黄光微影跟 ALD、CVD 去刻奈米薄膜。一个是激光整合，一个是半导体光学，两边的壁垒完全不同，根本是各司其职嘛。第5部分，这40到50倍 Forward PE 到底合不合理？过去采钰的历史本益比区间落差非常大，但现在市场却愿意给到高达40到50倍的预估本益比。支撑这个高溢价有4个关键催化剂：第一，台积电生态系的独占垄断；第二，市场正在把采钰从传统的消费手机概念股重新估值，也就是 re-rating 成 AI 矽光子与 CPU 概念股；第三，筹码高度集中与稀缺性；第四，高营运杠杆带来的非线性利润爆发。其中最核心的因素就是折旧。3-4年前龙潭2期建厂的高额设备投资，预计在2026年下半年会大幅折旧完毕。当营收在冲高，而折旧这个最大的固定成本包袱却急速减轻时，利润喷发的速度将会非常可观。我们直接用数字来推演。2025年 EPS 大约4.01元，算是一个主底。但到了关键拐点的2026年，法人共识 EPS 大约会落在5.5到6.5元之间。如果套用 AI 矽光子族群常见的45到50倍 PE， 目标价区间大约就会落在280到330元。如果到了2027年 1.6T 与 NLP 如期爆发，进入乐观的 bull case 情境， EPS 甚至有机会挑战8到10元。这就是市场敢给出高估值天花板的基础逻辑。最后一部分，我们来盘点营运决策、潜在风险与未来的催化剂。当然，乐观情境要完美兑现，路上还有几个立即的营运决策与风险要检视。首先是资本支出，公司今年维持7000万美元的 Capex， 同时龙潭2期又要在下半年完工，在终端需求杂音还很多的时候，这看起来似乎有产能过剩的疑虑。其实不坏，这完全是为了未来布局必须预留的战略弹性。维持 Capex 是为了解决眼前的 CIS 产能瓶颈，而龙潭2期的扩建绝对是为了即将爆发的 1.6T 跟 NLP 预留战线。你想想，如果现在不扩，等到2027年高密度光沟合的订单大举涌入时，根本连无尘室的空间都没有，那才真的是把钱往外推。尽管战略明确，大环境的风险我们还是得冷静看待。第一，手机与车用终端复苏依然缓慢。第二，记忆体涨价压抑了中低阶手机的备货动能。第三，安控那 114.6% 的暴增，本质上是短期供给失衡带来的转单红利，这种异常增长的永续性必须持续观察。第四，中国在地化成熟制程的竞争。还有最现实的一点，新技术在2027年放量前，这段漫长的高额研发投入与营收放大之间的时间差，市场是不是真的能保持耐心？从2026年底的 1.6T 薄膜成绩量产，到2027年下半年的 CPU 平台跟 NLP 奈米光柱导入，这些全都是硬碰硬的技术催化剂啊。采钰的底气啊，始终在于台积电的澳元，还有那台极少数人能驾驭的193奈米曝光机。技术蓝图已经画好，但从现在到2027年，这套 AI 叙事究竟是能完美落地，还是会在现实的宏观经济中踉跄跌倒？这将是决定这高昂本益比能否站稳的最终关键，就看接下来市场怎么给出答案了。